美国人现在开始不让 AI 数据中心建在自己家门口了。你以为这一轮 AI 行情最大的瓶颈是英伟达芯片不够，或者大模型效果开始边际变慢，但真正麻烦的地方可能更现实。芯片买到了，服务器也到了，可 AI 工厂未必建得起来，因为一座 AI 数据中心不是一团云，它是一座24小时用电、用水、散热、占地的实体工厂。它会抢当地电网，会消耗水资源，会带来噪音，还可能推高居民电费。所以这期我想讲的不是某只科技股还能不能追，也不是下一季财报会不会超预期，我想带你看懂 AI 下半场真正的瓶颈：电、水、土地、审批以及普通人的反对。看懂这一层，你才会明白未来 AI 产业链里谁真的能把芯片变成一座可以运行的工厂，谁才可能持续收钱。很多人对 AI 的想象还停留在软件时代，几个工程师写代码，几排服务器跑模型，技术进步了，芯片更多了， AI 就能继续扩张。2年前这么想问题不大，但今天再这么看就有点跟现实脱节了。回到10几年前的互联网时代，一家公司要上线新业务，租几个机架，放几十台服务器，接上网络就能跑。后来有了云服务，连机器都不用自己买，按量付费，随时扩缩容。那时候的数据中心更像共享办公楼，水电网络都准备好了，你租个工位就行。 AI 数据中心不是这个逻辑，一座万卡级别的 AI 训练集群不是几十台普通服务器，而是上万台高密度 AI 服务器挤在一起，每台机器的功耗都是普通企业级服务器的好几倍。它要的不是一层写字楼，而是一整片工业园区。它接的也不是普通民用电，而是高压输电线路，甚至要配套变电站。散热更麻烦，靠普通风扇扛不住，需要一整套冷却系统把满负荷运行产生的热量带走。说白了，过去 AI 像手机里的 App， 下载更新，体验升级，看不见太多实体成本。现在 AI 越来越像钢铁厂、炼油厂这种重工业，你想开工先把厂建起来，建厂前要先问土地在哪，指标有没有，电从哪来，当地电网能不能扛水，够不够，能不能批准你取这么多水。最后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附近居民愿不愿意让这座工厂建在家门口？所以 AI 的故事已经从纯软件赛道变成了重基建赛道，甚至变成了房地产运营和公共关系赛道。以前你会技术，能拿芯片就已经很靠前，现在还要懂电网规划，懂水务管理，懂地方审批，还要能和社区沟通。任何一个环节过不去，买再多高端芯片也只能躺在仓库里。可能有人会问，企业来本地建数据中心，几十亿美元投资税收产业配套，听起来不是好事吗？居民为什么反对？换个角度看，如果你住在选址旁边，感受可能完全不一样。最先碰到的就是电费，一座大型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可能相当于10几万户普通家庭的日常用电总和。这么大的负荷接近当地电网，电网要升级，要加变电设备，要铺新的输电线路，成本最后很可能分摊到所有用电户账单上。本来1个月电费100多美元，旁边多了一座 AI 工厂，电价涨了，每个月多付几十美元，换成你未必愿意。更何况美国很多州的电网本来就老，夏天用电高峰，供应紧张，轮流停电都不是新鲜事。现在突然接近一个超级用电大户，居民第一反应很自然，我的空调会不会开不稳？日常用电会不会更不可靠？这些生活里的直接影响比宏观叙事真实的多。水资源的争议更大， AI 服务器满负荷运行，发热量非常惊人。现在很多数据中心还是依赖水冷却系统，一座大型 AI 数据中心一天的冷却用水量可能抵得上一个小城镇居民的生活用水。放在水资源充足的地方，矛盾没那么尖锐，但如果是在美国西部那些长期干旱、居民用水都有限额的州，这件事就很敏感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所在的城市夏天浇花、洗车都要按时间来，政府天天喊节约用水，结果旁边的 AI 工厂一天抽走大量地下水，只是为了给机器降温。居民有抵触情绪，一点都不奇怪，这不是无理取闹，而是实打实的资源竞争。水和电之外，还有很多生活成本，大型数据中心24小时不停运转，冷却塔、备用发电机、散热风扇会有低频噪音，离得近的住户关上门窗也可能听到嗡嗡声。厂房体量又大，再加上输电塔、配套设施，居住体验和房价都有可能被影响。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质疑，社区付出的成本和拿到的回报对不对等？
这些大型 AI 数据中心往往能凭借投资额和科技光环，从地方政府那里拿到税收减免，地方还可能配套修基础设施，让出土地。但等项目真正运营起来，本地岗位其实不一定多，因为自动化程度很高，几十亿美元投下去，最后可能只带来几十个、上百个岗位。当地居民当然会算这笔账，税让了，地让了，公共资源投了，最后社区到底得到多少？盖洛普之前做过相关调查，大约70%美国成年人反对在自己社区附近建 AI 数据中心，反对理由里，资源消耗、水电压力、环境影响排得很靠前。也就是说，这不是少数人的激进抗议，而是相当普遍的公众态度。这件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这儿，过去2年 AI 故事几乎都是正面叙事，技术进步、效率提升、产业重塑，听起来都很振奋，可很少有人认真讲 AI 落地到现实世界是要和普通人争水、争电、争土地的，它会产生外部成本，而这些外部成本最后都会变成产业扩张的阻力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微软这2年越来越愿意讲自己的数据中心节水技术，讲无语指标，讲水循环利用率，讲新一代冷却系统效率。很多人会把它理解成企业社会责任，重视环保，我觉得没那么简单。商业世界里有个很朴素的逻辑，如果一项资源便宜、充足，拿起来没门槛，企业不会花大钱研究怎么省它，更不会把省它拿出来当优势宣传。微软积极讲节水和冷却效率，本质上说明水资源已经开始成为 AI 数据中心扩张里的紧张资源，节水能力正在变成竞争力。微说简单点，就是水资源使用效率，它衡量的是同样的计算任务要消耗多少水，数值越低，说明跑同样 AI 任务用水越少。以前投资者很少看这个指标，大家看的是算力规模、参数、训练速度，水耗只是运营成本里的小项目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水耗太高，有些缺水地区可能根本不让你落地，即使让你建，取水成本也会侵蚀利润。电也是同样的逻辑。以前看服务器，大家主要看性能，现在越来越多厂商强调能效比，也就是每瓦电能输出多少算力。为什么重要？因为电费本身就是大成本，一座大型 AI 数据中心1年电费可能高达几亿美元，能效高一点，长期省下来的钱很可观。但更关键的是，很多地方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到电，而是电网没有多余容量给你。同样的电力指标，你的能效越高，就能放下更多算力，提供更多服务。电力成瓶颈的时候，这就是很硬的优势。所以我对未来数据中心竞争的判断很明确，以后不只是比谁家芯片更先进，总算力更大，还要比资源使用效率。谁能用更少的水、更少的电，稳定跑出同样的 AI 工作负载，谁的成本结构更舒服，也更容易在更多地区拿到落地资格。这就有点像餐饮行业，行业红利期比谁家菜好吃，品牌响，客流够大，成本高一点也能扛。等竞争激烈了，房租、食材、人工都上来，你会发现手艺只是门槛，谁能拿到更便宜的门面、更稳定的供应、更低的成本，谁才能活得更久。AI 现在差不多走到这个位置，我们把 AI 产业链重新拆一遍，就会看得更清楚。过去市场眼里的 AI 产业链主要有2层，最上面是芯片，英伟达、AMD， 还有各类专用 AI 芯片公司。大家觉得这是核心技术门槛，是收费站。再往下是服务器和网络设备，把芯片组装起来，搭出算力集群。很长一段时间资金都挤在这2个环节， AI 投资一聊起来，就是光模块、HBM 先进封装基本都在上游硬件，好像只要芯片供应跟上， AI 产业就能一路跑。现在现实告诉我们，链条比想象中长得多，芯片和服务器下面还有非常关键的一层电力供应、冷却系统、土地资源、水资源，这一层决定工厂能不能开起来。没有稳定电力，机器开不了；没有冷却能力，跑一会儿就过热；没有合适土地和指标，厂房根本动不了工。再往下还有一层更容易被忽略，但可能决定项目生死，行政审批和社区关系，环境评估能不能过，电网接入能不能批，土地使用权能不能拿，居民反对会不会让项目停下来。任何一个点卡住几十亿、上百亿的投资计划，就只能停在纸面上。以前市场不太把后面这2层当门槛，总觉得花钱花时间就能解决。但 AI 数据中心越建越大，对地方资源挤占越明显，公众反对声音越高，这2层的门槛就在抬高，它们的价值也会被重新定价。几年前 AI 还是稀缺项目，地方政府抢着引进，给优惠，开绿灯，怕项目跑去别的地方。现在风向慢慢变了，
AI 数据中心不再是所有人都欢迎的项目，它消耗本地电、水、土地，还可能引发社区矛盾。既然你是来用当地资源赚钱的，地方政府和社区就有了议价资格，审批会更谨慎，落地会更难。门槛一旦抬高，谁能先跨过去，谁就有稀缺性和定价权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AI 下半场新的收费站未必还只在大家盯着的上游芯片，它可能出现在电网服务、冷却技术、数据中心、选址运营、地方资源协调这些听起来很传统的地方。过去他们像配套，现在正在变成产业扩张的瓶颈。那顺着这个逻辑，哪些方向值得观察？先说清楚。今天不做个股推荐，这里只讲产业方向。真正要不要投，还得回到财务、订单、估值和竞争格局。第一个方向是掌握低成本、稳定电力供应能力的公司。AI 数据中心对电力需求是长期的、稳定的、超大规模的，而且对电价很敏感。谁手里有持续稳定的电力资源，能拿到长期低价电，谁在 AI 建厂潮里就更有话语权。第二个方向是节水型冷却和热管理相关公司。水资源越紧张，公众和监管对耗水越敏感，能帮助数据中心大幅降低水耗，甚至做到无水冷却的技术，就可能从可选项变成刚需。第三个方向是电网接入配套的电力设备，大量数据中心要接入各地电网，现有电网就需要升级扩容，变压器、输变电设备、电网调度与保护系统都会有需求。这不是1-2个月的短期脉冲，而是会伴随 AI 基建周期逐步释放的需求。第四个方向是已经积累土地、电力指标和地方资源的数据中心运营商。以前很多人觉得数据中心运营商就是房东赚基价、租金差价，没什么技术含量。现在你会发现最值钱的可能不是基价，而是他手里的土地指标、长期低价电力合同、地方审批渠道和社区关系。第五个方向是从源头降低 AI 推理能耗的软件和芯片方案。既然电力和散热是瓶颈，从计算本身降能耗也是一条重要路径。同样的任务，用更少的电跑完，本身就在缓解资源瓶颈，也能帮运营商省下长期成本。这些方向都值得跟踪，但不要把它们理解成买入建议。任何赛道最后真正兑现业绩的公司都只是少数。你要看公司的竞争位置、财务健康度、订单兑现节奏，还有现在的估值贵不贵。大的趋势比较清楚，当瓶颈从上游芯片往中下游基建和落地环节转移，市场注意力大概率也会慢慢往那边走。当然，别只听机会，风险也要讲清楚。第一个，风险很直接，不是所有公布的数据中心项目最后都能落地。现在科技巨头公布的建厂计划很多，投资额一个比一个大，但真正能顺利拿地、通过审批、完成电网接入、最后满负荷投运的项目数量肯定少于规划。社区反对越强，资源越紧张的地方，审批周期越长，项目中途停下来的概率也越高。第二个风险是很多沾边公司未必能兑现业绩。市场热起来以后，传统行业公司只要和数据中心沾一点边，就容易被贴上 AI 基建标签，股价先涨一波。但拆开财报看，有些所谓 AI 相关业务占总营收可能连1%都不到，对利润贡献更小。这种更多是情绪，不是业绩。更深一层的风险是 AI 应用收入增长能不能追上资本开支扩张。现在各大厂疯狂建数据中心，买芯片，本质上是在预知未来需求。他们赌的是 AI 应用会大范围爆发，会有足够多企业和个人愿意为算力付费。如果后面应用落地慢了，收入增长追不上资本投入，那提前建好的数据中心可能变成过剩产能，反过来压在公司身上。这一点很像互联网泡沫时期，当年大家都相信互联网流量会爆发，于是铺光纤建数据中心，长期看流量确实起来了，但中间经历过很惨烈的出清，很多扩张最激进的公司倒在需求真正到来之前。还有一个风险，社区反对和审批收紧是一把双刃剑，它会抬高行业进入门槛，让已经落地的玩家更有护城河，也可能有更强定价权，但它也会拖慢整个 AI 产业扩张速度。如果全球 AI 数据中心建设普遍放缓，上游芯片、服务器和各类配套设备的需求增速也会受到影响。所以做投资不能只听一个好故事，更要想清楚什么情况下这个故事会被证伪。基建这条线长期逻辑是有支撑的，但中间一定会有预期反复，也会有很多公司被市场重新检验。最后回到开头的问题， AI 发展最大的瓶颈到底是什么？
2年前，答案可能是最先进的芯片、最顶尖的算法、最稀缺的人才。今天，当 AI 从实验室和软件界面里走出来，开始一座接一座建实体工厂，答案已经变了。AI 下半场的竞争不是谁买到最多芯片就赢，关键是谁能把手里的芯片变成一座能稳定运行、持续供电、高效冷却，还能被当地社区接受的 AI 工厂。技术当然重要，但它不是唯一门槛。真正难跨过去的，往往是现实世界里那些听起来不高科技的细节：电网容量指标、取水许可、土地审批、社区沟通。这些东西很小众，也不像未来科技故事，但它们决定了 AI 这座大楼能盖多高、扩多快。这也是我今天最想留给你的观察角度。下一轮 AI 产业链的重估可能不会只发生在最闪亮的芯片环节，那些能解决电、水、冷却、土地和落地问题的公司可能会慢慢从幕后走到台前。你可以想一想 ，AI 数据中心面对的社会阻力到底只是扩张初期的阵痛，还是会长期改变行业节奏和估值逻辑？如果让你选一个 AI 下半场最大的瓶颈，你会选什么？芯片、电力、水资源，还是地方审批和居民反对？欢迎把你的判断留在评论区。如果你喜欢这种从产业真实细节出发看市场的方式，也可以订阅频道。后面我会继续从日常现象背后拆那些影响资产价格的长期变量。最后提醒一句，今天聊的都是产业观察和投资思考，只用于信息分享和观点交流，不构成投资、金融或其他专业建议。市场有不确定性，任何投资决定都要结合你自己的情况独立判断，有需要也可以咨询专业人士。